那是什么东西？灵动牧尘以及四尊之神望着那虚无中的红色魔影，眼神皆是不敢相信。虽然说灵动和牧尘的境界修为是准神境，但就算是第三序列神和第二序列神的吞吞，在见到这道红色魔影的时候，竟然都有一种感觉，那是一种让自身都毫无抵抗的无力之感。重伤的先天神抬头望着那虚无之中的巨大红色魔影，那张布满着狰狞的脸庞，竟是逐渐的涌现出一股犹如是看到一抹希望之光，绝地逢生。全魔大人，救我！先天神激动的出声道。这一道红色魔眼他非常的熟悉，正是此前与他合作的神秘人。那巨大的红色魔眼看了看奄奄一息的先天神，发出一道魔音：没用的东西，神坠魔道后还依然无法击败他。见到全魔怒斥自己，先天神也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爽的话，站立的道：全魔大人，炎帝身上的那股力量实在太强了，就算我彻底入魔，也只能与之两败俱伤，还请全魔大人看到我与你合作的份上，救救我！狼狈的先天神对着红色魔影苦苦哀求道：交代你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完成，你自己又被搞得这番狼狈模样，我该怎么救你？红色魔影的魔音非常平淡，可是其中所说的意思令得先天神感到无比的绝望，但是依旧带着最后的意志恳求道：救救我，我会给你做牛做马，以后我先天神就是你的手下。见到先天神那诚恳的模样，红色魔影并没有回答先天神，则是将目光看向灵动牧尘吞吞等6人。等我先处理了这些下等人类，我再好好的收拾你。然后一双红色的魔眼锁定灵动牧尘等人的气息，一股滔天威压直接对着他们笼罩而来。感受到如此可怕的威压，灵动牧尘吞吞等6人也是深深的吸了一口冷气，旋即他们运转体内的全部力量，凝聚出一道防护能量罩，将那股威压抵御。然后6人对视一眼，直接一起联手施展出他们各自的最强之力。一道巨大的龙影缓缓从虚无风暴中探出，遥遥地对准着红色魔影，带着同样恐怖的龙吟声暴冲而去。就在巨大的龙吟张开巨嘴将要吞噬红色魔影时的那一刹那，那虚无之中的红色魔影竟然也是伸出了手掌，而且最令得人骇然的是，他的手掌竟然洞穿了虚无风暴。这还不算什么，那由灵动牧尘4尊之神6人一起联手合击的巨大龙影，便是直接被对方的强大攻势给摧枯拉朽般的败下阵来，连一丝抵抗之力都没有。下一刻，这一道攻势就出现在了6人的跟前，在他们惊骇无比的目光注视下，一道可以拥有着轻易撕裂天地之莫大的威能，轰击在了灵动牧尘和4尊之神的身躯上。那手掌拍下的那一刹，就连强如虚无风暴的力量差点都被瞬间摧毁。而在这一刻，整个混元天的天地元气都是在红色魔影的那一掌之下生生爆裂消散。这一掌竟是如斯的恐怖如斯，待得这股能量渐渐的散去之后，那虚无风暴竟然也是被摧毁了大半。而灵动牧尘和4尊之神等人的身影倒飞而出，鲜血狂喷不止，身受极其严重的伤势，仅仅一掌就将2位准神和4位序列神击成重伤，并且还将虚无风暴的力量都摧毁了大部分。要知道，虚无风暴中的力量，就算是第1序列神都无法轻易的逃脱出去，足以说明这一掌的力量究竟强到何种地步了。重伤后的灵动牧尘其神色露出不敢置信之色，特别是第2序列神的吞吞，他的眼神更是十分复杂。他们的最强攻势竟然被这道红色魔影轻而易举的给摧毁，但是他们都知晓这红色魔影的实力恐怕远超先天神，而先天神的实力乃是第1序列神。如此看来，这道红色魔影的实力恐怕已经超越第1序列神，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了。那么第1序列神之上的更高境界究竟是什么境界呢？就连第1序列神的先天神也不知道序列神之上是什么境界，他只知道第1序列之位乃是天元界最高的境界。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先天神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自己晋升第1序列之位，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好了，你们这些下等的人类竟然有些本事，在我的这一掌之下未能陨落。红色魔影那魔音再度传出，虽然他没有施展全力，开始他非常的自信，就算是第1序列神在这一招力量下不死也得重伤，可是眼前的6人竟然能够硬撑了下来。不过刚刚在对抗中，红色魔影看到了灵动所施展的祖符以及牧尘的原始法身等大咒神物，想必是这些大咒中的神物抵御住了他的强大力量。想到这里，红色魔影心中已然有了决定，要是日后等他们成长起来，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还有那一位炎帝也是如此，刚刚炎帝和先天神的大战，红色魔影也是知晓，没想到这家伙的体内竟然还有焚神的力量，同样身怀神火这等大咒的神物，如此强大的东西都集结于一身，一旦随着实力修为的提升，这些下等人类必定会是一个威胁。所以红色魔影便不想给灵动牧尘他们有任何的喘息机会，伸出修长红色的手掌，遥遥的隔空轻扇而下，看似轻柔的举动，却是有着搅动天地的可怕之威。漫天的元气在那一掌之下尽数的爆炸而生，一股股可怕的魔气席卷开来，整个虚无的空间都是被震得爆发出一圈圈剧烈的涟漪波动，隐约间能够看见那强大的虚无风暴竟然都尽数被这股力量驱散开去。这就是第1序列神之上的可怕力量吗？一个近乎真空般的掌印自那修长红色手掌之中爆轰而下，掌印中
并没有任何磅礴的能量波动，但那之中却是蕴含着一种极为恐怖的力量，就算是第一神力也远远不及。掌印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破空而来，恐怖又强大，仅仅只是一丝气息就能够撼动或者毁灭的天地之力。灵动牧尘以及四尊之神被这股气息压制的都无法喘息和反抗之时，那原本弥漫了恐怖气息的掌印，竟是在此刻诡异的停在了距离灵动牧尘他们的1米处。然后在他们惊骇的无光中，那处空间竟然开始扭曲，像是在挤压那红色的掌印。一道带着不解的魔音传出，红色魔影看了看四周，却发现刚刚还血肉模糊的萧炎竟然凭空不见了。在他的面前竟然能够做到如此这般，几乎在序列神之中都是做不到的，更何况他已经奄奄一息。毫不夸张地说，此时让一位天至尊都能够轻易将奄奄一息的萧炎瞬间捏死。可此时这萧炎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而在下一刻，红色掌印竟是在空间极度的扭曲下彻底的消散殆尽。这一幕不仅让灵动牧尘和四尊之神眼露骇然之色，就连红色魔影都是有些难以置信起来，竟然将他的这一强大招式给硬生生的破了。他的力量可是远超序列神，难道这里出现了一位超越序列神的神奇？是谁？给我出来！一道怒斥的魔音传荡在虚无空间中，并且魔音中带着能够瞬间震碎别人灵魂的音波之力。灵动牧尘以及四尊之神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快要爆炸的时候，一双手搭在了他们的肩膀上，一股温和的力量进入他们的体内，瞬间让刚刚快要爆炸的灵魂稳住了下来。当即灵动牧尘他们转头后，便是看见搭在他们肩膀上的竟然是萧炎。但是此时萧炎身上金光暴涨，那股散发出来的气息比序列神力更加的强大与神圣。你们没事吧？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朵之中。灵动牧尘、吞吞等几人还没反应过来，目光看向萧炎片刻之后，才缓缓开口道：没事，还好萧兄及时出手救下我们，没事就好。我已经用在你们体内注入一丝神魂力量，就算是虚无风暴也暂时无法伤及你们的肉体，接下来就交给我吧。说完，萧炎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一步一步地朝着红色魔影以及先天神走去。而先天神看到此时完好无损的萧炎，差了断了气，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刚刚炎帝明明已经重伤，而且被虚无风暴袭击，简直伤上加伤，为何现在还能像没事人一样，还爆发出这等神圣强大的力量？你究竟是谁？先天神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疑惑，明明只是第3序列神，竟然一次又一次的脱离险境，将自己重创不说，还将自己逼成这等狼狈的样子。我是谁？当然是杀你的人。萧炎的身躯上不断的迸发出一道道金光，缓缓的一步步朝着先天神以及红色魔影迈来。看到萧炎那居高临下的样子，先天神终于在这一刻彻彻底底的明白对方究竟是多么的强大了。第1序列神力竟然都无法将萧炎击杀，恐怕对方已经拥有堪比甚至超越第1序列神力的更强力量。可恶的炎帝！先天神的表情变得狰狞，特别想一手撕了萧炎的皮。不过他知道现在的萧炎已经不是他能够对抗的，所以他的目光便是朝着巨大的红色魔影求助。权魔大人，救救我，帮我杀了这该死的炎帝！既然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对方的对手，那么只能低下头做人，只希望这位权魔大人能够帮助自己出手击杀炎帝。而红色魔影便没有回答先天神，回答他的乃是萧炎的回答声：想要杀我，可没那么容易。萧炎身上的金光无限的暴涨，体内的神力愈发的强大起来。这股神之力量，想必萧炎也是非常的熟悉，这就是超越序列神之上的神魂力量。准确的说，这是焚老的神魂力量。就在刚刚萧炎的微弱意识即将消失的时候，在这一刻竟然急速的恢复过来。萧炎便是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浩瀚磅礴的神秘力量开始渐渐的苏醒，蔓延至全身。萧炎也就在那个时候，在自己的脑海中出现一道苍老的声音：小家伙，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也就是这一道声音的出现，萧炎的意识瞬间恢复了过来，体内的充斥着无比磅礴的神魂力量加持自身，令得萧炎从死里复生，获得了更强的神之力。此时的萧炎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恐怕已经达到了第1序列神力，而且还在不断的往上面急速飙升。按照这样的飙升速度，必定能够超越第1序列神之上的更强神境领域之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施展焚老的神魂力量。当初萧炎对抗神器联盟使者的时候，便是利用了神魂的力量，将那位使者给彻底的击杀。当初还只是主宰境的肉体，很难长时间承受神魂的力量，但是如今萧炎成神，从而使得肉体都开始蜕变成神体。在神体范围中，这一次便不会再出现无法承受神魂力量的担忧，也只有神体才能够真正的承受住来自神魂的可怕力量。并且萧炎又拥有着焚诀功法，自然还会化解一丝神魂力量所带来的反噬。在双重保护下，只要焚老愿意，萧炎就能够一直长时间在这种借力的状态中。如果说灵魂境界的最高等级是神境灵魂，那么神魂力量就是超越神境灵魂的更高层次，超脱神境灵魂，蜕变更高级的神魂。想要达到神魂层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是第1序列神的神器
都无法做到自己的灵魂蜕变成神魂，因为神魂是一种更高存在的标志。可以说，一旦突破神境灵魂的桎梏，拥有神魂的神奇，那么必定是超越序列神的一个神奇标志。按照这样的推算，冯老的实力恐怕已经超越第一序列神，达到更高的神境之中。第一序列神便已经是第2等级大界的一个创造万物生灵的第一神。但此次冯老借助给萧炎的神魂力量更是恐怖如斯，看来第一神已然不是真正的最强之神，而在第一神之上还有更高级更强大的神。萧炎的身躯上那金光还在不断的暴涨，随着金光不断的外放，一股极为强大神秘的力量彻底的在萧炎体内释放而出，并且也掌控住了这股神秘的力量。感受到这股无尽的神秘力量，萧炎有绝对的自信，可以一招秒了第一序列之位的先天神，因为这股力量比序列神力更加的精纯与神圣。小家伙，我这一次借助给你的神魂力量已经超越了序列神之位，所以这一次强如先天神，在你这股力量下都只是小巫见大巫。冯老带着那自豪的声音传入萧炎的脑海中，超越了序列神，那是什么力量？感受到自己体内的那股可怕的神魂力量，的确能够轻易用一招就将先天神击杀，并让对方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日后你便知晓序列神之上那更高级的神境领域了。现在还是先处理掉眼前的2个碍眼之物吧。冯老轻笑一声，就算对面一位先天神以及红色魔影都不带眨一下眼睛。既然冯老如此说，萧炎也没有多问，眼前的事情的确才是最重要的。萧炎彻底的将神魂力量掌握自身，看着眼前那狼狈的样子，萧炎一声霸气凛然的声音传荡而出：先天神，今日谁也保不住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在第一神面前还敢如此狂傲，本神就算死也要与你鱼死网破。全魔一天手，又是一记刚刚最强的招式。随着这股强大力量的出现，整个虚无空间中便是带着一股毁灭的气息，对着每一个空间区域缓缓地笼罩而来。虽然你这招式很强，但是现在在我的眼里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招式罢了。声音刚刚落下，萧炎的那双金色眼眸一动，便是这爆发出了无比强大的神之力量。一股强大到恐怖至极的神之气息从萧炎的体内爆发而出，同时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束，在与那魔手对碰的瞬间，并没有出现双股力量的对抗冲击，只有摧枯拉朽般不用吹灰之力就破了先天神的这一记最强招式。先天神和红色魔影皆是露出惊骇的目光，尤其是那道魔影，他的那双红色眼睛更是难以置信，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这是他拥有全魔力量的最强之力，其威力足以能轻松抹杀序列神，就算是第一序列神的对手也得重创。而这一次却是发生了这意外，简直不敢置信。先天神的面容早已经扭曲到了极点，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败得如此彻底。曾经自己入侵大千世界已经败了一次，今日又败了，然而这一次的失败乃是永久性的，对方必定会将他彻底的抹杀。想到这里，先天神再度将求助的目光投向那巨大的红色魔影之上，而那道魔影此时的表情也没有之前那种自信，竟是多了一层凝重之色。这一幕直接令得先天神把刚想说的话硬生生的吞进肚子里去了。他并不傻，这位全魔大人的实力不比自己低，甚至已经超越了第一序列神之上的更高神境领域。可对面萧炎那不断释放出来的金光后，这全魔竟然也不敢有着一丝轻敌之心。难道说现在的炎帝其实力令全魔大人都无比的忌惮吗？先天神的身躯狼狈地躲在了魔影的身后区域，既然没有把话说出来，那就用行动来告知。他的这股力量是祖韬之神吞吞，对于这股力量似乎也了解不多，但是可以很肯定的是，现在的萧炎恐怕早已经超越序列神的层次，看来能够拯救天元界的天命之子是他了。此时其余3尊之神见识到萧炎的神秘力量后，终于是在第一时间松了一口气，他们能够成为神奇并不傻，能够轻易瓦解了来自第一神的最强攻势，就证明萧炎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可怕。灵动牧尘并没有说话，在他们的眼神中多了一丝震惊，而他们震惊的是萧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金光波动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程度。不过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萧炎施展这股力量，之前在纪元遗迹对抗神奇联盟使者的时候，便是动用了这股力量将使者击败。但现在的这股力量比起那时候更加的恐怖与神圣，竟然能够让萧炎绝地逢生，爆发出令他们都不敢想象的神之力量。而一直看着萧炎的红色魔影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股浩荡之气，那股高高在上的姿态显然被萧炎施展出来的神秘力量给彻底的震撼住了，脸上挂着一抹凝重之色，当即嘴角抽搐了一下，魔音自那虚无中传了出来：这是神魂的力量，你竟然有这股力量，还真是在意料之外呀。萧炎的瞳孔迸发出一轮金光，这股可怕的力量在萧炎那操控之下，将神魂力量全部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你就是先天神背后的神秘人，今日就是你陨落之日。萧炎低沉的声音响起，脚步重重踏出，直接轰出自己这可怕的右拳之力。这一拳所爆发出来的惊人能量，竟将周围的所有虚无风暴都彻底的摧毁。此前犹如灭世的风暴，此刻仅仅在萧炎那股能量下瞬间被瓦解。感受到萧炎那股神魂力量朝着自己轰击而来的时候，红色魔影竟是感觉到
有一股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危机之感。不要以为我会怕了你。虽然能够在萧炎的这一拳上感受到危险的气息，但他身为拳魔，自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大的。红色魔影将自身的魔之力量催动到极致，形成一个极强的防御罩。在防御罩的周围还有着滔天魔气覆盖其表面，这股魔气竟然在吞噬周围一切的能量，不管是元气还是序列神力，都无法逃脱这股魔气的侵蚀。一出手，魔影就没有保留实力。不过对于自己施展出全力后，有着足够的信心，就算是同等境界的对手，也无法攻破自己这等恐怖的神之防御。虽然萧炎的刚刚那一拳散发出来的可怕力量早已突破序列神之上的领域，但在红色魔影的心里，依旧是可以抵御住这股力量。下一刻，在红色魔影的正前方虚无空间上，瞬间电闪雷鸣。在那里，萧炎的身影暴掠而出，面无表情。此刻他只是想用这神魂力量的一拳击杀眼前这位先天神背后的神秘人，因为这神秘人必然与自己内心所想的一些事情有关。当年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两位大主宰不朽之主和圣仙之主发生的灭界之战，恐怕也有这些魔影的足迹。而且当时让天人界夺取小千世界的苍穹之心，也必定与这位被称为拳魔之人有关系。萧炎那右拳之上滔滔不绝的金光不断的凝聚，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连虚无空间都是剧烈的扭曲起来。能够让虚无空间都发生扭曲，是否可以击碎魔影的防御之力呢？一双金眸中散发出强大神气的萧炎，也丝毫没有对方的攻势看在眼里。他借助的焚老力量，足以可以击垮对方全力施展的力量。萧炎的身影自魔影的红色瞳孔中无限的放大。下一刻，萧炎的右拳直接对着那一道散发出恐怖魔气的防御罩上轰去。这一拳带着可怕的劲风，虚无空间极度的扭曲，画面极其的诡异。金光肆虐间，直接轰在了这道防御之上。下一刻，滔天金光瞬间照亮了黑暗的虚无空间。在这一掌之下，爆发出可怕的能量巨响声，一股股可怕的金色气浪席卷开来，最后重重的轰击在周遭那巨大的防御罩之上，直接是将那防御罩震得爆发出一圈圈的剧烈涟漪波纹。无形的虚无空间也是在此刻被疯狂的压缩着，隐约间能够听见那耀眼的金光之内有着轰隆巨响不断的响彻，其中的虚无力量也被这两股对抗中所产生的力量尽数的吞噬。一个拳印竟然是直接印在了那滔天魔气的防御罩之上，同时充斥着可怕的神圣气息，不断的攻击防御罩山的每一处位置。这股神魂力量不仅强大，犹如自恒古破空而来，仅仅只是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就有着能够扭曲天地、撕裂天动的震慑力量。魔影发出一声疑惑之音，很显然，萧炎的那一道拳印竟然能够在其防御罩上留下，已经令魔影都有些骇然。然而还没等魔影反应过来，整个防御罩上传来是某一种被硬生生撕裂的声音。等那魔影微微抬头，便是发现他的防御罩上竟然布满了无数裂纹，直接身躯一颤，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说过，既然你插手其他大界的事情，那么就把你一并解决了。萧炎的那双金眸愈发的精锐，其中的力量更是磅礴无比，如今将神魂的力量全部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那所爆发出的破坏力更是惊人的可怕。所以就算是已经全力施展的防御罩，也被萧炎的这一拳击碎。虽然不是摧枯拉朽，但也在这片刻的对抗中找到了突破对方强大防御罩的缺口，一举破了对方的这一招。紧接着，防御罩咔嚓一声化作漫天星光，缓缓的落下，直至消散不见。然而萧炎的攻势还没有结束，对着那巨大的红色魔影之躯攻击而去。萧炎的右拳金光更是璀璨起来，一道巨大的金色拳影瞬间浮现，比起之前的攻势更加的雄浑起来。该死，这股神魂力量竟然达到了2重天位之力，这怎么可能？魔影一声怒吼，对面着萧炎此刻的力量竟然达到了比他更强的层次。要知道，拥有2重天位之力，足以能够媲美第1等级世界中的一些神势力中神斩级别的存在。没想到在这第2等级的大界中，竟然出现了一位这等强大的神级存在。感受到萧炎的力量朝着自己再度袭来，魔影也不敢怠慢，用尽一切魔之力量，也要这一招抵御而下，不然自己今日恐怕真的要陨落在此处了。全魔封神阵。随着魔音落下，在萧炎的四周顿时出现了10道黑色的火焰。火焰的温度并不像萧炎的圣火和神火那样拥有高炙热的温度，反之，这黑色火焰的出现并没有令虚无空间的温度出现变化。这诡异的一幕也令得萧炎眼神一凝，当即依旧朝着魔影的巨大身躯上轰击过去。不管对方施展什么强大招式，今日必须将这道魔影击杀。虽然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这些拳魔的身份，可是萧炎却感觉到这些魔影并非善类。既然不是善类，那么萧炎既然不会留下活口。去死吧！萧炎一声厉喝，旋即手臂上的金光暴涨，将那10道黑色火焰给笼罩在金光之中。那红色魔影的面色瞬间一变，露出无比狰狞的表情，低沉道：竟然想要攻击黑火，不过你以为那么容易吗？黑火归一。被金光笼罩的10道黑色火焰竟是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气息，整个虚无空间的时间竟是都缓慢了下来。也就是在这片刻间，那红色魔影的双手快速结印，10道黑色火焰朝着同一个方向暴掠而去。霎时间，
随着10道黑色火焰的交织下，在那处区域竟是形成了一道黑色的起点。在这黑色起点之中，竟然隐隐地散发出令此时的萧炎都感到一股忌惮的力量。怎么回事？小家伙小心些！没想到竟然连施展了全魔封神阵都施展出来了，真是算是大手笔了。而萧炎对于这道封神阵的了解甚少，并不知道这道阵法有什么作用。当即，冯老便是解释道：“这全魔封神阵只有那些家伙的独门魔技。”那些家伙？萧炎疑惑地出声道：“他们是来自低等级世界中的超神势力，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灭神符？”萧炎闻言便是摇了摇头。对于第1等级世界中的任何事物，萧炎完完全全的没有了解过。之前能够知晓一些在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势力，只有神奇联盟以及当时那位叫吴雪的女子所在的势力，武神阁和丹神域，还有祖龙所在的世界也了解一点。虽然知晓这些神势力的名字，却不了解这些神势力的真正底蕴。